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瑞的频道。如果你问我在中国上海哪一座建筑最能代表这座城市的过去与未来，我想答案只有一个，不是最高的上海中心，也不是古老的外滩万国建筑群，而是眼前这座矗立在黄浦江畔30年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。今天就请大家跟着我的镜头，一起走进这颗璀璨的魔都之心，看看除了拍照打卡，这里到底藏着什么乾坤。在登塔之前，我们可以先来聊聊它脚下的这片土地——陆家嘴。你很难想象，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阡陌农田，而现在这里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之一，也是上海摩天大楼最密集的地方。著名的陆家嘴三件套：开瓶器环球金融中心、注射器金茂大厦，还有目前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就在这里。虽然它们的高度都超过了东方明珠，但在上海人的心中，东方明珠的地位依然无可撼动。它就像一位时代的见证者，看着这片金融丛林拔地而起。东方明珠塔高468米，于1991年动工，1994年落成。在当年，它可是亚洲第一、世界第3的高塔。它的设计灵感非常有中国古典韵味，取自唐代诗人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的名句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。你看这11个大小不一、错落有致的球体，串联在3根擎天立柱上，从蔚蓝的天空一直串联到如玉盘般的草地上，充满了东方的诗情画意。它不仅是个景点，更是上海广播电视信号的发射塔，覆盖了周围80公里的区域。可以说，上海的一半繁华都和它有关。好了，买好票了，我们现在进塔。这里的电梯速度非常快，每秒7米，只需要40秒就能把我们送上263米的主观光层。主观光层也就是东方明珠第2个球所在的位置，在这里可以360度无死角地俯瞰上海。一出电梯，正对着的就是苏州河与黄浦江交汇处，左边是外滩，右边是北外滩。有关苏州河和北外滩的内容，可以参考之前的影片。这一面是历史悠久的外滩，万国建筑博览群尽收眼底。转过来这一面，就是刚刚我们在下面看到的陆家嘴现代摩天楼群。一边是百年沧桑，一边是现代奇迹，这就是上海最独特的魅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左边的中国银行大楼是汤姆克鲁斯电影《碟中谍3》的取景地。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热推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您的肯定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。
在这里静静地看着黄浦江上货船的来来往往，也很治愈。但这还不是最刺激的。下到259米，这里有一个全透明的悬空观光廊，看，脚下就是透明玻璃，陆家嘴的车水马龙就在你脚下流淌。说实话，第一次站上来腿真的会发软，但这绝对是拍摄云端漫步大片的最佳位置。来都来了，一定要挑战一下。乘电梯下到94米层，在这里没有了玻璃的阻挡，可与自然更为亲近。只是因为高度比较低，视野没有高层那么好。另外，风大的时候也要注意保暖。除了高空观光外，东方明珠内部还有电影院、多媒体秀、VR 过山车等众多项目可以游览参与。相比陆家嘴3件套来说，内容要丰富得多，但要注意的是，有些项目需要额外付费。很多人来东方明珠只顾着看高处，却忽略了塔底最宝藏的地方——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。这里包含在你的门票里，千万不要错过。走进这里，就像穿越回了上世纪20-30年代的十里洋场。这里有栩栩如生的蜡像，复原的石库门弄堂，老式有轨电车。它非常细腻地还原了上海从开埠到解放前的市井生活。大多数游客登高游览后就匆匆地离开，所以这里人很少。陈列馆占地很大，内容丰富。如果不赶时间的话，我建议您在这里慢慢逛上半小时，去读懂这座城市的灵魂。最后给大家整理一下游览干货。
东方明珠的门票通常分为几种套票，最推荐的是2球联票，包含了刚刚我们去的263米主观光层、259米透明悬空廊和底层的历史陈列馆，性价比最高。如果你想去最高的351米太空舱，或者去267米的旋转餐厅吃饭，就需要购买更高级别的套票。游览时间建议下午4点左右进场最好，这样能看清白天的城市轮廓。逛完陈列馆出来，又能刚好赶上陆家嘴和外滩点灯，感受夜上海的繁华。离开前，可以在纪念品商店带些上海特色的大白兔奶糖作为伴手礼。30年过去了，上海的天际线一直在变高，但东方明珠那么独特的紫红色，依然是无数人心目中上海最温暖的坐标。如果你来上海，一定要来这里打个卡，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脉搏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这期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My